2022年3月15日，在德国沃尔加斯特的佩内沃夫特，德国海军订购的第8艘 K130型布伦瑞克级护卫舰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要说哪个大国的海洋地理位置最憋屈，那最不能省掉德国了。整个国土面积只有窄窄的北面靠海，海岸线总长度只有不到2400千米，而且还被上面的丹麦给硬生生地分成了北海和波罗的海两部分。这也难怪德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皇家海军拿捏得死死的。但是海洋地理位置的劣势并未限制德国海军装备力量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德国颇有种躺平的趋势，但是其在海军军售市场上依然是一个业绩达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国海军一级出色的轻型护卫舰 K130型布伦瑞克级护卫舰。德国研制布伦瑞克级轻型护卫舰的初衷是为了替换148、143、143A 等型号导弹艇。这些导弹艇虽然火力猛，机动性较好，但是适航性较差，很难适应北海变化剧烈的海况。于是德国海军提出要求，研制一型续航力2000海里以上，自持力1周以上，排水量1400吨左右，具有25到30节最大航速的轻型舰艇。2001年12月12日，德国联邦会议正式通过 K130护卫舰建造计划，订购了第一批5艘。2004年初，德国正式将 K130型命名为布伦瑞克级，首舰布伦瑞克号在同年12月3日开始铺设龙骨。该舰在2006年4月下水，2008年1月29日交付，2008年4月16日入役，建造成本约2.08亿欧元。第二艘在2006年9月下水，首批的5艘都在2008到2013年间入役。德国原定建造15艘布伦瑞克级，拆分成3批各5艘，并预计在2015年交付完毕。然而，由于第一批即发生了不少品质与技术瑕疵，使后续的采购作业延误。为了满足波罗的海、地中海乃至其他地区部署的军事需求和因应俄罗斯的威胁，同时接替陆续除役的143A 猎豹级导弹快艇遗留的空缺，德国宣布在2017年度国防预算中增购第2批5艘布伦瑞克级，预算约15亿欧元，在2019到2023年交付完毕。布伦瑞克级以 MEKO A700 型护卫舰为基础设计，另加入卢森厂设计的最新型小型作战舰艇的概念。MEKO 系列的核心精神就是将舰体以及舰上的各式武器装备设施加以模块化，而新时代的 MEKO A 系列还加入了最先进的整体隐身设计，包括以周密的舰体隐身造型设计降低雷达截面积，轮机装备设置与弹性减震基座以降低噪音震动。为了降低上方的红外线讯号，布伦瑞克级也舍弃了朝上排出的传统式烟囱结构，在水线下安排了废气冷却系统。这种水线排气搭配水冷系统，省略烟囱结构的一大好处就是可用的甲板面积增加，排气管路占用的舰内空间也可减少。此外，舰上还配备 MES 主动消磁系统，降低舰体磁讯号。舰体两侧设有钢制帘幕来遮蔽舰载小艇以及反舰导弹发射器，以降低雷达截面积。布伦瑞克级舰体由7个船段模块构成，舰上共设置3个武器模块基座、2个桅杆模块基座以及7个安装操控台的栅座。该级舰编制65名人员，此外15名额外人员的搭载冗余，以备未来任务扩充或搭载训练。特种人员的需求，舰内起居环境颇佳，每一间居住舱室都设有一套一套书桌与卫浴设备，每张床下都有一个置物柜。舰上设有一个多功能餐厅与一个供官兵消费的餐厅。虽然布伦瑞克级属于1600吨级中小型舰艇，但由于拥有球形消波手与计算机控制的舰体稳定系统等设计，将可有效提升舰体的耐航力。布伦瑞克级舰长 89.12 米，宽 13.28 米，吃水 3.4 米，排水量1840吨。动力系统为2具 MTU 柴油发动机，搭配瑞士 MAAG 齿轮变速箱，采用双轴可变螺旋桨与双舵构型，最大航速达26节，只使用1具主机推进时，最快能达到20节的航速。舰上的物资弹药储备量足以应付持续7天的海上作战，最多可连续在海上独立作业21天。舰上的电力由4部柴油发电机组提供，每组功率各550千瓦，分别安装于2个独自的发电机舱内。
这套电力系统十分重视存活性，不仅4具发电机都能够各自独立运作供电，武器系统射控装置还与 UPS 不断电系统连接，能在主发电系统因意外状况停止供电的情况下继续运作约2分钟。前主甲板的左右2舷设有海上补给站，能在航行中与补给舰进行横向的高线燃油、淡水、弹药物资的传递。布伦瑞克级的运作由整合式监视与控制系统负责，这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先进模块化平台管理系统，连接舰上所有重要的轮机、操控等次系统，并予以集中监控。此系统共设有5个工作站，设置于全舰各处，均能监控所有系统。而舰上还设有录像监视系统。在维持舰上运作的辅助系统方面，布伦瑞克级也有最先进的配置，包括新式低压型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舱底污水与油渍的过滤系统，以及2具负责制造纯净饮用水的逆渗透装置，既便于维修作业，也利于环保。布伦瑞克级侦测装备配置相当简洁，包括主尾顶端的1具 TRS-3D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一前一后的2具整合式光电感测系统等。电子战装备包括电战系统与 MASSUR 发射器。TRS-3D 雷达是一型轻量化的3维多功能舰载雷达，兼具对空与对海搜索监视的能力，整合了能自动辨识舰艇或航空器的识别系统。TRS-3D 采用最先进的信号处理技术，在恶劣的雷达背景环境下，仍能够有效地搜索低空飞行或慢速移动目标。舰载武器包括舰首装备了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最大射速100发每分，最大射程20千米。舰中部装备了4连装的 RBS-15 Mk3 型反舰导弹，导弹长 4.33 米，弹径 0.5 米，最大飞行速度 0.9 马赫，最大射程200千米，可以执行对地攻击。B 炮位与机库上方各一的 Mk49 21连装拉姆短程防空导弹，弹长 2.82 米，弹径 0.127 米，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最大射程9000米。此外，舰尾还可加装4具水雷释放轨。反潜方面，布伦瑞克级配备舰首主被动声呐以及拖曳阵列声呐，未来还将加装硬刹式反鱼雷自卫系统，并与舰上所有的声呐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自动化鱼雷反制系统。研发中的反鱼雷系统将占用直升机库上的武器模块基座，该基座现安装 RAM 导弹发射器。布伦瑞克级的主要任务为水面作战，其他还包括监视、情报搜集、水雷作战、海岸防卫等。与德国海军原本的导弹快艇相较， K130 轻型护卫舰无论在作战能力、适航性、持续作战能力、多功能性都优秀得多，能够独立迎击从远洋而来并威胁沿岸的敌方舰艇，并支援日益广泛的跨国海外维和作战、航运安全维护与人道支援等任务。相较于3-4千吨级以上的护卫舰，1500吨级的布伦瑞克级较浅的吃水以及较高的灵活度，更适合在近岸环境操作。由于本世纪以来，德国军队需要部署于黎巴嫩，又担负非洲和恩角与地中海等地区的巡逻维护工作，因此德国海军迫切地希望获得布伦瑞克级这样拥有海外操作能力的轻型护卫舰艇，来取代只能在沿海操作的导弹快艇，以有效舒缓德国海军15艘 F122、123、124等第一线主力舰艇的勤务压力。论技术含金量 ，K130 远不如 F124型萨克森级护卫舰，然而建造质量却让人大跌眼镜。首先是其主机变速箱存在技术缺陷，直接导致延误3年，反舰导弹整合也出现延误。接着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它的主机机舱居然甲醛超标，以至于舰员进舱维修时需要戴防毒面具。所以这5艘 K130 直到2013年才全部服役，比原定计划延误了6年。不知道第2批的这5艘布伦瑞克级会不会挽救德国造战舰的信誉危机？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